我先把茶弄一下啊。刚刚给大家录了晚睡故事，然后，休息，小小的休息一下。瘦吗？昨天那个，今天不要直播嘛，然后昨天敷了面膜，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因为北京也比较干嘛，然后会用那个玫瑰精油，就刮一下这个淋巴两侧啊，还有面部啥的。好像最近都是有洪水和大暴雨，大家出行啊，不管干啥都得要注意安全哦。也没有说突然直播吧，就是不是说好了每个月都得跟大家见面嘛，然后我怕下半个月太忙，所以就是趁有时间的时候，就跟大家聊聊天呗，正好也有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的。刮痧板，好问题。反正我是习惯会，因为可能打网球这个脖子转动的比较多，有的时候这两块就会很酸，然后这两块一酸吧，就会显得就太紧肌肉紧张了，就会显得脸大，然后这个地方都需要让它疏通吧。也不是斜方肌，其实这里这就是脖子两侧的有，因为这里有淋巴嘛，然后这里就是一些会有些紧张。这个还蛮清楚的，直播还是相当的清晰。你们看得清晰吗？戴帽子，节约点时间吧。世界杯看了吗？好像因为太晚了，所以我一场没看。昨天有看那个网球比赛，看温网了。昨天看了辛纳对阵德约科维奇，也看了泽维列夫打费利。哇，决赛要看泽维列夫打辛纳了，蛮精彩的。其实内心虽然也很喜欢辛纳，但是同样也很希望这个德约能够赢，因为觉得一个老将39岁了，还能够坚持在赛场上发光发热，然后代表的一种不屈的体育精神。但是同样也是看到了辛纳状态非常的火热，真的没给这位老将一丝丝的机会吧。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全程德约都是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情况下，感觉跟温网跟澳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澳网的时候德约是战胜了辛纳，然后决赛会师了阿卡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一样的。我以为辛纳会跟上次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没想到，哇，他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发球都几乎做到了无可挑剔，
和叹为观止的一个这样的表现吧。我在那个看德约打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肯定是就跟他以往打所有人一样，他会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前两盘，因为拿下前两盘，他才能够保持体力，对吧？哪怕3-1，哪怕3-2，去最后赢得比赛，他都可以去分配好他的体能。但是当前两局输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很难了。我也看出，在最后一局的时候，第一局就被破发，他就已经开始在享受比赛的这个过程，享受站在这个半决赛舞台上的一个过程。当然，他依旧怀有一颗冲击大满贯的心。我觉得这个老将不是输给了自己，是输给了时间吧。对。看到那个大家还都是挺懂网球的。对啊，明显的是感觉到他的反应速度和体能不行，一旦进入到长多拍，他就那个体能就上不来了，和一些移动方面啊，对球的判断方面啊，因为确实辛纳的正手和反手，包括发球都太快了，太厉害了。德约有那么多战术，就根本就感觉被打的有劲使不出的感觉。就说了很多吗？还好吧。有说很多吗？最近反正皮肤状态挺好的。皮肤蛮好的。哎呀，打网球是真的非常有趣啊，而且就是打网球，我觉得可以让我释放掉很多的压力吧，而且可以让我的状态啊，然后心态啊，都保持一个非常健康、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势头吧。对。反正我用的最多的是棉片。我棉片，我之前是早上起来我就直接会贴2-3片棉片，后来我发现其实应该先拿棉片擦一遍，然后再贴，然后就即使就是因为不知道可能因为气候干吧，就是早上起来眼睛就感觉干的就睁不开，然后有糊的有眼屎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擦一遍，然后湿湿润润，然后给它贴一下，然后喝点水啊，吃点早饭啊什么的，然后再把它摘下来，再重新再擦一遍，然后精华呀，面膜呀，其实产品都有在用，家里都还蛮多的，就是用起来还是需要花点时间的，每个产品都要去试一下，然后，而且我觉得玫瑰油是真的很好用啊，我在一些干燥的地方，玫瑰油啊、玫瑰水啊，玫瑰油我就会有的时候不定期的去，而且我会刮刮眼睛啊，刮刮这个侧面啊，刮刮这个法令纹呐，刮刮嘴周啊，刮刮这些东西。其实脸上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身上有些经络啊、肌肉啊放松啊什么的，其实脸上一样的，脸上也是有一些，它就像那个年纪大了嘛，或者是这个，他就
几个，就像那个水流和渠道一样，它有的时候会有些颗粒就堵塞，它就可能流通性就不那么好，就会有些下垂啊，就会有些经络不通啊。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还刮刮头、脑袋啊，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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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刮刮一刮，因为看球嘛，看球你一边看球，很认真看球，然后就能刮刮刮刮刮。好嘞，那就跟大家聊聊些，我们都会去收集一些这个关于这个叫什么？收集一些大家这个问题吧。对，大家网站上给我的留言啊，然后有一些故事啊什么的，然后今天的这个先第一趴的内容就是翻大家的留言和问题，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吧。对，好，关于新作品和工作，下半年会有演唱会吗？下次见面会在哪里？下次见面会呢，我们已经在敲定场地和报批流程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对，然后对，说了我查这边，对，在这个流程当中了。应该会下半年，我觉得会尽量多见面吧，然后下半年剧也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敲定档期的，基本上都已经做完了，在一个审批的过程当中，然后也会跟大家见面，当然剧播了就配合宣传，会有一些见面会这样的内容跟大家多见面，对，下半年就这个计划，对，然后做好纪录片，然后跟大家多见面。在哪里？我觉得等官方的通知吧。对，然后新杂志什么时候来？说到新杂志快了啊，应该好像我记得是这个月还是下个月就要来了啊。这是也是直播的时候，工作人员准备了这个我们的绝美的小卡，嘿嘿嘿，给你们抢先看一下。背面啊，哎呦，这么多呢！还有一些拍立得，因为是在我生日那2天拍的，所以杂志方也非常的有爱，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的小惊喜。拍立得，好嘞，这是小卡拍立得，这还有什么？还有大的照片呢！我的天哪！来了，我还出了一个这个相片卡耶，对，然后
这就是对关于杂志的这个。然后今年除了 OST 还会有新歌吗？会有新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聊的新歌，就我们也在聊一些创作的事情，这可以给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们在聊一些关于自我探索的一些东西吧。然后也想到了一些关于歌曲啊，关于以前的时代的一些东西。就我在阿里地区不是拍到星空嘛，真的，我手机还有很多好看的星空的照片，看有时间发出来给大家看，有的时候不发就忘了。就是在路上停下来，大家说上个厕所，然后一抬头，然后司机把灯关了，然后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河，你就会想，原来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光年之外的星河，可以看到整个银河系、太阳系。虽然不是整个宇宙，但是人通过眼睛可以看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时代的发展，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往往我们会被很多建筑啊，很多东西去，哪怕是光污染，你只要生活在城市里，你抬头基本上就很难看到星星了。以前可能人生活的状态不是这样的，然后好像就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就哪怕直播也是一种方式哈，我们可以连接到彼此，可以拉近好像彼此的距离，但是好像就你看大家也都会期待的见面会的举行，但好像人出去人的眼睛所观测的就越来越近。你看我得通过一个东西连接到彼此，比如说我看到电脑屏幕，可能我可以跟全世界的人聊天，但是好像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好像却是越来越远了。对，也不是胡思乱想，怎么是胡思乱想呢？人生就是应该多思考很多问题啊，特别是在我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思考了很多关于，因为这个纪录片是关于自我探索的一个，我也可能说直接一点，就是8月是向外走，就是遭遇了一些事情，我怎么打开自己，重新接纳这个社会，重新接纳这个世界，向外走的一个过程。但向外走的时候，包括这些年向外走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觉得外部的环境没有说得到改善，或者是这个坎儿可能相对来说还没有跨过去，但是我这部片子为什么又要开始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都在经历一个向内求、向内思索的一个过程。对，包括自己，我现在自己也是，会去了西藏嘛，看到很多人做那种打拜，我现在自己在家也弄了一下，然后我自己在家每天会做几十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把自己用另一种方式充实进去，充实到自己内心。虽然可能说的话，可能说的这些类似于这种祈祷文呐，就是更直白，你就咒语了，
非常的简单都是大家都我念的有长有短，但基本上念的都是短的。然后你在拜的同时呢，我觉得就做很多运动包括我打球前我都会去拜一下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全身舒展的运动。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其实如果你每天能拜108下，我真觉得我拜不了，我目前我还没拜到过108下。我觉得我拜，因为我可能做的比较慢，然后边做的时候边在想东西，边在拉伸，然后我觉得能做108下，我感觉我可能球也打不动了。对，你看，比如说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像绿度母心咒，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是慈悲心，就是你要同理心、慈悲心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所有的人你会更加的豁达，更加的也就是说我们共情别人嘛，那就是其实念这些祈祷文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对吧？包括报父母恩咒，报父母恩的，就是你其实你会在念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是我跟妈妈在干嘛呀？最亲的人，妈妈在干嘛呀？妈妈今天状态怎么样啊？哎呀，祈祷她身体健康啊，祈祷她有个好的状态啊，祈祷她远离这些就是生病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你就会想到她，自然你就会有的时候你就会讲她在干嘛，就会给她打个电话呀，关心一下她呀，也在拉近距离嘛，对。然后智慧的时候，你就会文殊菩萨文殊的那个咒，你就会想，我今天看书了吗？增长智慧的方法是什么呢？看看书啊，今天有没有学英语打卡呢？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保佑事业的消除业障的，你就想，我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到底有什么？我今天对别人的态度怎么样对待员工、对待公司管理有没有什么没有想到的东西啊？就是边念的时候，然后你边在那拜，然后你就会很虔诚、很用心的去想这些事情，给我的回馈是非常好的非常正向的。对，然后我就很舒展，练完以后状态也很好，然后拜完以后状态也很好，然后就开始新的一天。然后不是讲到妈妈吧，前几天我看了妈妈一直都在写几乎每周都有写。我觉得写作是妈妈一个抒发情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吧。当然，她已经这个年纪了，我觉得我当时看到那篇文章，她有写到就是说给我带来了焦虑给我带来了不好的能量或者什么的，让我上次直播的时候稍微有些低沉包括说看到的这个《闲的玩笑》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放大了看，可能真的都是悲剧，对吧？是比较悲剧的，是一个注定有一个这样的结果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才要把每一天过好。就像打网球可能想到新的想法，可能今天多学习了，可能看到书有新的感想，
我觉得这些细小的东西，才是我们每一天去积累自己和活成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可能悲伤是因为书里它比较集中，包括可能电影也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集合体，因为你可能往往记住的一个非常这个人生中非常大的事情、大的事件，都是给你带来强烈冲击，都是给你造成极大的困难，然后你才会非常有深刻的记住它，然后去挺过去，或者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非常难熬的一个过程。可能包括你看，随着年龄长大，你看就像狗狗的离世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啊，包括慢慢经历的东西，生离死别啊，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所以往长了看，往大了看，可能就是能让你记住的东西都是相对来说，悲观一点。所以就是我们要有的时候要往小了看，看到每天自己的进步，看到一点点提高，看到就是我打完网球，我也会录了以后就会看自己视频，然后想到又讲回网球这种提高，其实3.0到3.5这个过程，按道理来说1年上一个台阶，其实就不错了。那我因为可能花费的时间多一些，可能会比别人稍快一些。这个过程真的是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折磨。就是3.0到3.5这个过程吧，就是哎呦，衣服卡住了。其实我很早就拿到了3.0的冠军，并且大概拿了5、6次吧，5、6次。然后那个规则是拿了3.0的冠军以后，你就会有外卡，就是挑战卡，类似于，就是你可以去拿这张卡，可以去挑战3.5的比赛。那当然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那我有5、6张这样的卡，对不对？而且它有个规定，就是说你如果从3.0靠积分打到3.5，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大家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慢慢打嘛。那我可能这个本身有一点运动基础，加上这训练也比较多，我可能也比较急，我可能也没那么多时间一直去累积这个积分，或者花很长一段时间去累积积分。但它有个规则是什么？就你拿到这个外卡，拿到3.5的冠军，你就直接会变成3.5。好，我就想，现在5、6次机会，我就训练尝试训练，尝试训练，尝试。哎呀，说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我每一次上去，可能因为我是3.0拿外卡打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这个系统可能会故意匹配比较难的模式。我也可能是运气原因，我每一次都会碰到那个小组，甚至是2个小组里最强的那个，跟我打第一局。所以我每一次上去，先输第一局。先输第一局呢以后呢，你后面就得确保后面都赢，还不一定能出线。然后你会变得紧张也好，会变得拘谨也好，心态就是波动很大啊，特别是在4局金球的这样的一个赛制里比较快。哇，我用光了前面所有的这个外卡挑战卡，然后到了最后一张，如果我这张没有拿到3.5的冠军，我就得退回去打3.0，再拿3.0的冠军，再打3.5，这又是一个过程。
而且你就得花费时间，对不对？哇，我在想，我明明觉得我也不比他们差，就是差那么点运气，差那么点什么东西，说不上来，很奇怪，很奇怪，我感觉非常奇怪。你就觉得都有机会赢，但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这个东西，你的训练还有就是那个注意力的集中，包括因为每个对手都不一样，风格也都不一样，你得在那个状态下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你都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确实挺难的。然后这最后一天了，我一般祈祷的时候都会思考，就很少，我不太带什么愿望。然后那一天我是最后一场了，然后我在边拜的时候，我就边说，我说今天我一定要拿到，今天我一定要拿到这个3.5的冠军，然后我今天许个愿，我要拿3.5的冠军嘿嘿，我也在那拜完了以后热身嘛，我就把它当热身运动，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一样，先输了第一盘。我这4个人嘛，我赢1把，输2把。但是那天运气就很好，因为有一个人是全胜的，所以后面的人呢都是赢1把输2把，互有胜负。然后在那个小分里呢，我就很惊险的以小组第2名的这个身份就出现了。呀，我说我准备走了，那来了，这不把我送上去了，这个，那得。其实我前面几次都进了决赛、半决赛，在先输1把的情况下，但那天是输了2把，就是基本上都输1把赢2把嘛。那天是输了2把，我其实就已经心里就跟打鼓，你知道吧？大家都挺强的，然后跟 B 组打，我是第2名嘛，小组第2出现，我打那边小组第1。一般小组第1厉害嘛，对吧？我几次以小组第2的身份去打对面第1名，都被别人打下来了，可难受了。好打，小组那边小组第1就他的这个球风啊，我就觉得很适应我，可能我也特别专注，我要最后一掌了，我拼死一搏了，我就打出自己风格，打出自己的这个进攻。好，赢了。然后呢，我跟我们那一组的小组第1，我打过吗？没打过吗？对不对？本来心里有劣势，没想到我们那个小组第1没有体力了，被那个小组第2赢了，我就不用面对我曾经输过的人了，对不对？然后打到决赛了嘛，那我们2个小组第2开始打决赛。开打决赛以后呢，这哥们儿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很开心，就那种我已经最差是个第2名了，最差也是个第2名了，哇靠！我又可以有那个赠送奖品，还可以再拍一次照片啥的，就是那种很满足了。他还带教练来了，你知道吗？教练他就在决赛里就感觉很满意他的发挥，然后可能也是体力下降，因为打到最后一轮，因为打了第5场了嘛，第5个人了，这很松懈。然后我就很快的4比0吧，好像就跟他对，可能我那时候状态也不错，就赢了。我就以前都是吧，小组赛赢2场输1场进的，然后半决赛输就下来了。这次是小组赛赢1场输2场，然后赢了半决赛，赢了决赛。最后一张挑战卡外卡的时候，我就拿到了3.5冠军，然后我就剩3.5了。然后虽然也
后来去参加几次3.5也没拿到冠军，但那个心态就是我不用再回去打3.0了，就心态很好。然后还有就是讲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心态，练习是一方面，心态发挥是一方面，很多时候都是影响比赛结果的，都是心态。心态一定要好啊！你既不能够特别想赢，不对，你要想赢，又不能让想赢的执念困住你，这就很微妙。你又得专注的比赛当时。就后来我有一次打球，经常我们打球站着发球嘛，我们自己发球局，我发球不错，想哎呀，现在30几分数是多少啦？啊，我这个发内角还是外角啊？发完了我要注意啊，一定要这个衔接要衔接好啊！哎呀，我刚才有什么失误？就站在那发球的时候有很多想法，其实就是你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动作上，而不是集中在这个思绪上。然后击球，哎呀，这个晚了一点啊，这个球没打好啊，我刚刚那个球，哎，要是打进去就好了，哎呀，这个失误怎么办？就真的是脑瓜子里想法特别多，然后也会在想，哎呦，我赢了这场是不是就进了？我现在输给那个人，我们现在胜负关系是怎么样的？他赢了他，他赢了他，他又赢了他啊，这样哦，然后有的时候就在这个发挥就失常了。还有就是你没拿过冠军，你没有赢过，你是不太理解，就是赢这个对手的这个一个心态。你赢过他，你心态就好，对不对？所以战胜自己就是战胜自己的心态是比赛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既要看重胜负，又不能够在比赛当中想着胜负，这是很奇妙。就像你看兹维列夫，对吧？我看那个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好像从4岁开始就要监测他的血糖，低血糖也不行，高了也不行。然后我看他的手机，他带的那个表就是在监测他的血糖，他时不时都是下来看一下。你看他一直辛纳出来，他很久拿过大满贯，我不记得了，因为看球比较晚啊，刚拿了法网的大满贯，我觉得对他信心提升非常大。他一路过关斩将，我觉得大家都打不过他。当然，决赛跟辛纳会面，他输给辛纳的场次非常大，非常多，所以战胜自己的心态，可能都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就是你看心态一不好，你的进攻就犹豫。哎，这球我到了啊，浅球了，机会来了，冲到前面去啊，打左打右，放短放侧面，还是让他跑一下，还是什么东西啊？就好多想法。就来了，特别你学的越多，你这样运用当中你还不娴熟，没有成为肌肉记忆的时候，你就很多想法。所以我还蛮期待明天的决赛的，看看拿了法网冠军以后能不能再战胜自己的心魔，击败辛纳。辛纳状态也很好，兹维列夫的状态也非常好啊，太重要了。所以，而且我最近还看了刷短视频，看到那个有讲易经八卦的，64卦，我觉得那个做的挺好的，我准备把那64卦都拿来看一看。加油！继续精进自己的技术吧，在一瞬间把复杂的东西要变得简单，升起的很多脑海中的想法要抛除一些杂念。网球反正教会我觉得每项运动教会我的东西都非常的多。什么？再讲我觉得会有口水。哼，想多了。八卦你熟啊？来，你都知道啥八卦？
哦，又再就讲回妈妈，不讲，刚才讲回妈妈吧，妈妈好像没讲完吧？妈妈，妈妈，我是觉得妈妈真的很厉害啊。在这样一个年纪还能保持运动，保持写作，我觉得写作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和包括妈妈给我传递的一个东西。我看了那篇文章，我首先很感动，我是觉得妈妈在这个年纪还能够自我反省，有没有做得好？其实按道理就是有些问题是可能我造成的，然后呢，我们是共同承担，对吧？其实是相当于这个，虽然不能说生命共同体啊，但起码也是这个血缘关系吧，对吧？妈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年纪，他还说，哎呀，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把压力给了他？其实我觉得到了一定年纪，分享父母的焦虑是一个课题，对，是一个需要学习和承受的一个东西。当然，有个这么善解人意的妈妈，真的是我的幸运啊。同时，她也越来越是成为我的一个榜样，成为我学习的对象，让我可以在我未来长河，在我的生命里不断的去警醒我然后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品质去影响着我。对，这就是我们所要经历，就像看完了闲的玩笑，对吧？会感觉到悲伤，会感觉到有眼泪，泪是咸的，看似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往往这一刻来临的时候，你就是怎么说呢？我稍微捋一捋啊，就是说我们都会有沮丧、忧虑、焦虑、悲观、悲伤、悲哀、想不通，各种各样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时刻，其实我认为，或者低迷、低沉，这样的时刻也是宝贵的，就是他们会给我们一种感受，对吧？一种情绪。那至于我们怎么去消化这个情绪，怎么样它来了，怎么样通过智慧的方法，通过你的认知，然后再让它走。虽然它可能以后还会来，接纳它，然后就像流动的气息一样的，就吸气呼气，就是它来了，它也会走。然后它来了，带给了我们什么？然后，因为当你感觉到，就是还有个话，就是当你感觉到困难的时候，当你感觉到怎么都还没有逃离出去的时候，也许你正在积攒能量，也许正是最难的时刻，所以要跳出来，专注到一些细小的事情上，再获取能量就像你看，上一次有些低沉，有些悲观，证明我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吧？遇到了一些挫折，也遇到了一些情绪。那怎么去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心去处理好它们，去消化好它们，去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它们正视它们，然后不要害怕它们正视自己的低沉，正视自己的焦虑，正视自己的悲观，正视自己获取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因为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永远就像妈妈永远都给你爱，都给你什么东西，你接受她的爱也会接受她的焦虑啊。一个朋友也是一样的，他啊，你们吃饭开心喝酒开心，有的时候他也会有倾诉的欲望，表达欲望，你有这他也会有能量，哎，怎么在你身体里消化？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包容？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都是在这个慢慢的，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像我看了3个卦象，一个是乾卦，一个坤卦，然后这乾卦是第一卦嘛，然后坤卦是第2卦，就是天地嘛，一个讲龙的，一个讲大地的啊，大地滋养万物，对吧？然后讲人怎么一步一步往上走，需要注意的这个每个环节。然后最后，然后我是因为先看了最后一卦未济卦，然后我说他说太好了。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结束和开始，就像我到了拉萨，这是我的目的地，但也许这是我下一程的开始，就是永远都在这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看了未济卦，说得好啊，讲解的也非常非常非常精妙。我要把前面的也看一看，因为比较长，大概9分钟10分钟，他只讲一个卦。对，你是我的牵挂，牵挂，我靠，那是第几卦？好嘞，哎呀，天哪！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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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怎么不戴耳钉了？快3个月没戴了。其实不戴耳钉就是因为，我觉得运动起来不太方便，有的时候戴呀脱呀，好麻烦。对，所以我就没戴。怎么减肥？船长平时怎么减肥？怎么练腹肌？我觉得你们每天能做108个大礼拜，你们就能够瘦下来。3.0、3.5拿到冠军了吗？成绩如何？拿到了。我先在3.5待一会儿，太难了。等级升级4.0就可以做教练了。4.0，好多教练啊、陪练啊都是4.0左右的。我得再努力。偶尔遇到 emo 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排解方式吗？打网球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还有就是拜一拜，对，让自己有个事情做，然后不那么低沉，然后促进自己去思考、去消化、去提高自己的认知。就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吧？怎么去看它？怎么去看它，就是你的思维嘛。我说这看是用意识去看待它，就会有不一样的。也许好事变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对，就是当时传递过来的情绪可能是第一感受，对吧？你刚看完书的第一感受，你再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它，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新的东西。内耗啊，我还好，我不太内耗。能感觉朋友跟自己渐行渐远，不再是无话不谈，心里很不舒服，但又好像无法改变。这个时候要假装高冷，假装自己也不在意比较好吗？
其实我觉得朋友是这样的，之前不是说过嘛，就是我看到一段话，我就说的很对啊，就像朋友就像火箭推射器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在上升的一个状态，你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当中，你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朋友，就像那个助力器一样的，它会在每个层次它就会掉下来掉下来。你要记住这个时光，记住它陪伴你的时光，但是当你到达另外一个层级和高度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能与你有共同的话题，有更多的交流和思考的方式。因为，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你怎么都在不断的同频的人，每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朋友和交心的人，或者是能够互相交流的人，这个是人生也是我近些年的一些感悟吧。不会有朋友一直陪着你的，除非他也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提高啊，你们是一个非常良师益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很多人他觉得，因为每个人的追求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也许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对吧？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进呢？那有的人是我要一生要不断的学习啊，有的人可能成家立业了，照顾孩子，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环境和各方面的东西都区分开了。就像你看，你初中的时候的同学考上了不同的高中啊，可能还有联系，但是交集的就少了。高中毕业完了以后考上大学，你有大学的同学，就是在不同的层级里，大家就是这样的。可能唯一你无法改变的就是你的父母，或者可能你跟你的孩子，你们得不断的去学习。就妈妈就是很厉害，她在根据我的状态在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克服困难，所以让我不断的去，这也是给了我很强的一些动力。或者就是说，比如说有个朋友，就你们是有共同的爱好，比如说网球搭子，那有的聊不到一起，或者没有什么共同的回忆，就打网球就好了呀，打网球也很开心啊，或者共同兴趣爱好，对不对？然后其实有一段话我也看到过，很好，其实你不一定是说想念这个朋友，其实是怀念那时候的自己。就是比如说10年前的朋友，你和他聊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其实是回过头去，一是共同的记忆，二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可能17、18岁的自己，可能15、16岁的自己，你想念那个时候的当下的一个感觉，一起疯，一起没有承担压力，一起还可以肆无忌惮，一起还可以胡闹、张扬、青春洋溢的。可能你怀念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一个状态和那个岁月。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要黑了，是没电了，等会啊，灯都聊黑了，灯都聊黑了。不用，就是不用去想念太多的东西，人生要大胆的往前走，所以勇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为什么？你看哈利波特一直在学院里啊，有智慧的，有怎么的，但哈利波特选择的是勇敢，勇敢无畏无惧，不要害怕面对离别，不要害怕面对失去，不要害怕面对你所遭遇的事情，就像不要害怕你焦虑的情绪，不要害怕你悲观的心态。你正视它的时候，你审视它的时候，你在思考它的时候，其实你就在消解它。对，就是人生，因为你得一直走下去啊，对吧？对吧？而且你有所期，其实我们又再聊，又太远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对吧？大家能够大家一起进步，一起过得更好。就像其实你看脸上的状态，其实也是一样，一个外向，一个
向外显象吧和向内显象。当然，我希望我都也是能够每次保持好的状态见到大家，让大家看到这个状态，对吧？大家可能看起来年轻一点啊，看起来帅气一点啊，是吧？也许对你们这个心情有所帮助啊，对不对？船长有执念吗？是什么？可能现在打网球是个执念吧，对，成绩是个执念。但是其实我上次不是说了吗？在冈仁波齐里学到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放弃执念。就是很多人是，我要来转山，我到了，我必须给它转完，我爬也要爬过去。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就像其实我那趟旅程也是稍微有点勉强，但是可能但我起码我是个经常锻炼的人，经常运动的人，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有很好的身体结构，对吧？肌肉什么的都还不错。那很多人是没有的，有的是膝盖受伤啦，脚踝受伤啦，我爬要爬过去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它是教会你放下执念。就有的时候，学会放下更难。看看腹肌，放下你的执念。如果在海洋、山脉或雪景，必须选一个，最喜欢哪个？其实我现在选不出来，我还没有明确的这个偏好。但看长期还是短期吧，很难选。好，这里还看到留言板的一些分享的一些故事哈，也在这里分享给分享给你们。那今天遇见了一件事情，坐地铁时，如果是放学路上，常常会看到小朋友在地铁做作业，很专注，大人呢一般都是在看手机或者闭目养神。今天傍晚时分，看到跟我一起在地铁上30多岁的小伙子，坐下不久就从包里拿出一本书认真看了一路。因为坐我对面，书名很清楚，《长安12时辰》，他真的看得好认真，全程没有离开过书。巧的是，他跟我又是同一站点下车，下车前书已经回到他随身小包里，跟所有匆匆回家的人一样，脸上没有看书时的凝神，只有一点淡淡的班味，真的好难得。喜欢读书的人应该不会很差吧？这个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刀锋的男主角 Larry， 他就是一个。不知道大家去看的看了这个叫什么这本书没有？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能专注到自己喜欢的事，就像其实我看书我也没办法看很久，我看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像打球一样的，就是其实你说为什么叫大满贯？为什么叫大满贯吗？就我跟一个运动员聊过。为什么大满贯这么受人尊敬吗？因为它是5局3胜，含金量高。OK， 大家懂。还有一个是，这么长时间的比赛里，你能够一直保持专注，你能够在每一分保持专注，这个是非常难的。每一个击球，每一次跑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既是耐心、专注力、意志品质，所有的东西的一个较量。所以大满贯成为大满贯，所以大满贯赢过大满贯的含金量就是和别的比赛不太一样。对，我看了那个，而且还说一个，就是说咱们自媒体时代其实有很多信息是误差。我记得
记得我看过个视频说这个什么19年的德约对费德勒什么打到天黑或者什么东西，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什么不准确。后来我有机会在家无聊，我又重新把这个叫什么这场比赛看了一遍。我的妈呀！他们第5局打到12-12，然后抢7，现在改了规则，打到6-6以后就抢10，太熬人了。你知道不？有的时候那种我靠不想打了，都会有这种心态，我想回家，是吧？Larry，去看看刀锋，刀锋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一读。一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想法过一生，真的很厉害，很牛。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过的人生，都有期待。包括前面我在读史铁生老师的一个文章，对，也是给大家录的晚睡故事。好，我们继续啊。嗨，哲瀚，我最近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想分享给你。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作者叫吉姆·罗杰斯。乍一听书名，感觉是那种机场书店会摆在前排的畅销书，虽然这的确是一本畅销书。这本书是作者记录他本人于1990年代骑着摩托车和女友历时22个月横跨6大洲52个国家的环球之旅，堪称壮举。他记录到每一个地方他们是如何通过海关又顺利和起冲突的，当地马路、路况、美食、壮丽的景色，遇到的当地居民等。宝宝看书是按照喜欢的作者来读，喜欢作者顺便了解作者，还是随缘选封面和演员的？不知道这个还不一定啊，书挺多的，还有好多书来不及看。对，最近在看《马斯克传》。其实关于这个东西，你看正面感是你要去旅行，对吧？你去看世界，行万里书不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吧？这都是人生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人类很好的是有了文字和语言，所以呢，你先要有思维，要有写作的能力，就表达自己的感受啊。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你去了很多地方，去了很多国家，但是你没办法表达出来，或者是你也不 care 表达出来。就每个人的状态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呢，当然旅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看到世界，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景色、人文文化，给自己的冲击和思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我记得人类发展就是像什么浪漫主义啊，后来有这种消费主义啊，就我觉得就是不要陷入到那种消费主义的陷阱里就好了。对，就什么东西都是有利有弊的。对，我当然会有比较喜欢的作者，会买来看，但也会去看一些推荐书吧。就是我看书有点慢，我觉得还是专注力不够的问题。对，就觉得累，看一会儿就累了。
打网球不会，累了还想打。什么时候看书也能这样，累了我还想看。然后说到书，我就是你们这说的哈，像以前讲，我们也在聊创作的时候也讲到，就是以前做专辑，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都很少有，就是出来见面啊，或者是什么，不像现在一个EP 一首歌，大家都能新鲜听到。以前是真的就是一张专辑9首歌10首歌放在一个磁带里，它才能够发行，它才能够可能卖钱，对吧？这样的一个道理。现在是 EP 也好，一首歌也好，都可以上线，是吧？然后就聊回忆就过去了，就是跟他们聊，就说以前记歌词都记得很牢，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随身听，一盘磁带，歌词本，基本上就是这个一个随身听，这个歌就不断的重复循环。聊起来是什么东西？人家问我有没有什么冷门的好听的歌推荐，我说有啊。我说以前莫文蔚、梁静茹、孙燕姿都有一些冷门的歌推荐。我说这么冷门的歌你怎么会听过哈？我说我们以前听随身听，不是像现在的这个手机软件，点一下就下一首歌了，是吧？拖到哪儿就放哪儿。我说以前我们是磁带啊，磁带是你按了它还得转半天，是吧？才能转到下一首歌。通常我们都会不想干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买了一盘专辑，你高低它好听与不好听，可能不好听你也听成好听了，就一直循环，反正它就在这个磁带里一直转，就这概念。然后呢，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小地方还买不到正版磁带，都是盗版磁带。盗版磁带是什么东西？什么几个人合集？什么 S.H.E 阿杜、周传雄8一个合集，然后歌又多，正面16首，反面16首，听也不切歌呀？那这切歌麻烦呐，它这转都得几十秒，对吧？你还不就是滋滋滋转，还容易把磁带转坏呢，对吧？听，反正就是听，有的时候还滋滋滋滋，还有一些还坏了，还这个那个的，反正就一直听，不管好听不好听。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他们相对来说创作一个事情的时候，也更加的专注和严谨。花费的时间，他可能1年做一张，2年、2、3年做一张专辑，然后发出来。手他肯定都是深思熟虑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的可能我们大部分在网上听到的歌，可能火的歌都是切片，15秒、20秒、30秒我可能只知道这一段，然后有个手势舞什么之类的。就大家都是录个视频，录个手势舞什么的，这个。然后包括影视行业也是一样的，受到 AI 的冲击。后来人家问我怎么受到冲击怎么样？我说其实我就一直跟他们讲，我包括所有影视行业的人，我们见到他们都聊天，我说这就是电子表和手工表的区别，未来就会变成电子表更新换代很快功能很多，然后可选择的也很多，但是手工表可能就会留下来那么几个就是有历史的经典永流传的这样的一些品牌都是手工制作然后流传100年，它比你活得还长，就是这样的
一个情况。那所以你如果想做手搓的手工表，当然耗时、耗精力、耗想法，就得真的是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就跟所以很难说好与坏，就是大家都会有选择。就比如说你要监测血糖，手工表是监测不了血糖的，可能有的电子表就可以。那电子表就是比如说 Apple Watch，每年一更新，每年都在换，这种就是在不断的消费主义的里面的，你就在里面，对吧？商家怎么去引导你一步步的陷入消费的陷阱里。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买的第一张正版专辑就是叶惠美，这巨资啊！我的天呐，那时候真的，你走进音响店，你跟老板说：“老板，我要一盘。”那小孩儿，我要一盘正版专辑。那当老板，我靠，什么家庭买正版专辑？真的是，对，当时看的那歌词本，那个歌词本，那一首首歌，开玩笑全背下来的，到现在都记得住。那听的都听翻来覆去听烂了都。我记得那时候很好笑，不是听随身听吗？然后我记得，爸妈是睡里面，然后我是睡书房，就门进去先书房，然后是卧室，我就睡在那个中间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很怕我晚上不睡觉听歌，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知道他有的时候会来抓我不睡觉听歌，晚上不睡觉听歌，然后我就故意，你知道吗？我就把我那个脚趾头露出来，就感觉用脚趾头在打节拍一样，你知道吧？他们推门进来，我就打节拍，装作不知道他们进来，因为听歌嘛，听不见声音嘛，可能投入，可能怎么样，我的脚趾头打节拍，脚趾头打节拍了以后，他就说就准备骂我，你知道是不是在听歌？一旋开来，发现我没有在听歌。后来呢，他们抓我的次数就少了。就是小时候真的天天和这个父母啊斗智斗勇。对啊，就第一盘正版专辑叶惠美。然后现在不是最近不知道阿莫的情书大家看了没有哈？所以你看，它也不是什么大制作，但是它真的是无论从故事的深度和导演的创作的这个过程，还有大家一起齐心合力为了这部戏所付出的一个努力和时间成本，不单是导演演员他愿意花多少心思在这个上面，然后都找的是潮汕话的当地的演员，所以一封一封信的找啊，听老人讲年轻时候的故事，然后不断的去探讨围读，才能成就一个好的作品。这样才是，我觉得这样就是值得手搓的一部好作品吧。所以要花时间打磨吧。可能就是也是短视频时代，就是也是让我们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的原因吧。我们总是习惯了一键切割，习惯了倍速播放，哪怕看视频也是，我也没耐心，看超过5-6分钟的我都是点住3倍速去看。其实结果就是，可能好像日子也记不住了，歌词也记不住了。所以很多东西，你要想做好，还是真的需要花时间。就像现在不是在拍第2部纪录片嘛，反复打磨，看景也好，
设计镜头语言也好，在文案上的不断的探讨也好。当然，肯定我是希望第二部一定要超越第一部的，所以就是要更精细，人员更多，投入也更大，所以都会承受住压力，然后不断的要去面对这个压力嘛，不断的要去解决问题嘛，不断的要去向内追问自己到底想拍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嘛，你想拍什么，你想表达什么。对，所以以前的人一封信要漂洋过海很久才能到，走得很慢，但大家有一份坚守。现在什么都快了，消息、音乐、生活快到来不及消化，下一波又来了。第一部成本回来了，第一部，咱也没卖呀，就是纯，反正就是对。把我想说的，他们用文字跟精简的总结了一下，也可以再读给他们听，读给大家听一下。就最近在筹备纪录片，思考的越来越多。以前想怎么和人聊天啊，这个镜头怎么拍呀？然后我们在探讨的时候也会探讨科技的进步到底是人的视野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我看不到弹幕了，我说大家扣一变大了扣一，变小了扣二，没有人跟我互动哎。毛流感都画出来了吗？有这么强吗？没有这么强，还可以。变小了。其实我觉得什么都是相对的吧。所以就你知道吗？哲学家为什么会疯呢？就哲学家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人生有什么意义？活着有什么意义 ？Oh my god！ 我现在就像哲学家，要把自己逼疯。好了，哎呦，还准备的东西有点多，搞不完了，搞不完了。最后我觉得照顾一下这个我们国际粉丝，这收到一篇国际粉丝英文写的这个叫什么留言故事，再读一下哈。Hi, Captain. It's almost a year now since I becoming your fans. So many things happened after I becoming 海哲. I've got to know your dramas, music, documentary, new project that coming soon. Also, I got to know 海哲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ll 海哲 are nice, kindly. 还夸你们的，Their updates about you gave me happiness. When I saw their photos with you during IFM this year, it makes me happy watching them. I wishes
One day I also got a chance to do so. Meet you on FM or concert, and if I'm lucky enough, take a photo with you. But for now, getting to know you already makes me feel grateful. One of the bad things happened to me during since October 2025. I counted this as the day I become your fans. From Haizhe, I also got to have you photos from the past, up until the recent one in 2026. And I'm also thankful for become Haizhe, also my source of happiness besides you, my captain 张哲瀚，不是哲瀚张吗？所以需要英语非常的重要啊，这样才能更多的世界上通过，你看，这就是更远。像以前肯定不可能说很多语言呐，然后这也是科技进步的发展，让我们有更快捷便利的状态，方法去学习另外一门语言，然后认识到世界各地角落上的人吧。好了，哎呀，也1个半小时了，说累了。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儿，分享分享最近的日常工作啊、生活啊、感想啊。有些事情对吧，不能光闷着自己思考，有分出来让你们一起思考啊。唱个歌，主要是每次直播完，你知道吗？我的声音都快哑了，都快不行了。唱个歌，我想想啊。最近我给朋友推荐了一首很好听的歌，孙燕姿还是梁静茹的。以前我很喜欢梁静茹的一首歌，哎呀，那有点青春懵懂时期啊。我来搜一下，我看看我还记得怎么唱不？唱几句给大家听哈。哎呦，词阿信曲王力宏。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谁带我踏上孤独的丝路，追逐你的脚步？谁带我离开孤独的丝路，感受你的温度？我将眼泪流上天上失眠的湖，让你疲倦时能够眨眼停住，将提神呼旋舞，为你笑，为你哭。
爱上你的全部，放弃我的全部。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爱上了你之后，我从来不哭，谁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好好听哦，好好听哦。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爱上了你之后，我从来不哭，谁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好好听，这首歌好好听。这首歌是我真的是我能够在随身听里，感觉那种就是刚懂什么，就是这个男女之情的时候，小时候听的那种歌，哦哟，好浪漫哦。谁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思路好了，完了啊，拜拜。当然当然要情歌。好的。哎呀，啊，走喽，拜拜。思路，梁静茹的思路，特别好听，特别好听。拜拜。